大家好，我们等下准时开始哈。大家好，我是陈老师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这个直播。我们提早半分钟开始啊，应该不会太多。那首先呢，我们讲一下哈，老师今天的绝世容颜啊，有一点受损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礼拜啊，将近10天的时间，老师天天都在熬夜，熬到最后的抵抗力下降了，所以眼睛都感染那个不知道是针眼还是什么东西的，就是整个脸这个半边呢有点肿啊，各位可能担待一下。如果不想看这个绝世容颜受损的状况的话，那各位你可以用听的就好，好吧？先跟各位说一下。好，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老师呢，大概在下周2的时间，老师要前往上海去出个公差啊，出个公差，时间大概可能会有持续1个礼拜的时间，所以下周的直播啊，有可能而已，不是一定，好吧？我提早傍晚就回来了，好吧？那有可能啊，老师会在那个地方做录播啊，如果来得及的话，我就当然是最好是回来直播了啊，直播当然效果最好嘛，我比较喜欢直播啊，直播可以跟大家互动，我觉得是最好的。好，那这跟各位去说一下啊，这个眼睛啊，老师稍微肿了一边。那么有很多人在问老师说，老师那个下个月初就是清明了，那你清明的法会什么时候报名？那这也是老师这个礼拜这做的这个熬夜的一个主要关键之一哈，就是老师会启用新的法会报名系统。这个新的法会报名系统解决各位一直以来的痛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一次就是要重新输入自己的资料。那自此之后呢，老师开的新的法会报名系统是老师自己独立撰写，不再依附于其他继承的开源模型，而是老师自己独立撰写之后呢，这个系统啊将可以一次把你的资料记忆下来之外，还要包含你的眷属，就是说你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都可以把它变成眷属。要报名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次把它报名完成，好吧？就可以一次报名完成，你就不用是说一个一个输入，你只要勾勾勾勾勾啊就可以输入了。那么这个东西呢还分2项，一个就是呢阳上的法会，比如说你补运法会或者是点灯法会啊，或者是你任何的一些招财法会，这些是属于阳上，就补给我们自己或者是给我们一些财运的。那么它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就是往生法会，就是给你，比如清明节啊，或者重阳节，或者七个什么这个什么叫什么名字啊？7月的什么名字啊？盂兰盆法会哦，那个法会的时候啊，它就可以帮你把它勾一下之后呢，就可以你指定回向对象，也都可以你做一次记录之后，你只要输入一次，以后所有的这些眷属啊，你只要点报名，就直接用勾的就可以了，然后缴钱，缴钱最重要，以后不再分有台币还有或是人民币的分别。所有都集中在一个网站因为我们良辰吉时已经达成这样的实验了，你是可以直接人民币付款，你可以用微信电脑版那或者是那个支付宝，手机跟电脑都可以。那你也可以使用 PayPal 或是信用卡或是 ATM 或是任何一切 ATM 在台湾台湾的那个金融机制各位都知道。你不用再分开了，而且运行的速度会非常之快，不再会有点一下转圈圈好久之后才会动。那这个东西是法会的状况做好，那在预计在年终以前呢，我们国际大课堂也会改成老师自己写的全自动语音网站，那以后各位选课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便利，好吗？这个是老师要给各位报告的我们的整个在这个时代AI 时代老师当然要把它更强化一点不然每次报名都很痛苦，对不对？我也很痛苦，因为去弄书文的时候我也很痛苦，不是你们痛苦好不好？我也很痛苦，得一个一个弄出来看，好不好？我也很痛苦。所以说呢，接下来都没什么太大问题感谢曲老师，感谢曲老师，我们的中国抖音100万网红感谢曲老师的一个赞助，好，谢谢。老师这天预测股市都相反，上个月2月股市不好，我不是叫你不要买，我不是叫你不要买吗？我不是叫你不要买吗？我不是叫你不要买吗？对不对？我没有叫你买，你是看到什么地方我就叫你不要买。谁说我鼓励你们去买这个股票的？你是不是新来的兄弟姐妹们？我没有叫你们去买股市的，我就叫你们做什么？买黄金啊，亲爱的！我的妈呀！我一直叫你们去买黄金啊，股票什么时候叫你去了？生肖运势也没有，我就跟你讲，大环境不好你不要轻奇用你个人运势是一环，大环境是一环，我不能把你大环境跟你个人尬在一起。生肖运势本身是强势弱，我就要诚实告诉你，因为每个生肖它的强势跟弱势，但大环境一定是扣分。
过年前我就跟你讲的是说你不要进去，因为开盘大概率是红盘，但是之后很难说，而且这个东西都很难去讲。那你是不是跌了？你跌了你不能怪我啊，对不对？哎呦喂呀，妈呀！你真的把我当投资老师了。我已经告诉你趋势这个样子，但是我不能跟你讲个股啊，好不好？不能讲个股啊，不好。我跟你讲不好啊，你不是你一个地方涨，然后你就是一定会去多赚钱，因为你投资它不是只有单天涨，你单天炒很高，然后你问我说老师单天涨很高有没有预测到？我他妈的我是你的投顾老师吗？我说整月的预测是这个样子，说预测一定是整个月啊，看多你看多，但是你不要留到过年后。我有没有这么讲？我有没有这么讲？有没有公道伯出来讲一下？我都跟你讲，不要迟到过年了。虽然过年大概率开红盘，但是我建议你过年前就要把它抛了。我有没有这么讲？有没有这么讲？拜托你左边进右边出，然后过滤你想要的，就说是我的错，也不要这样嘛，好不好？我不是投顾老师哈，我是算命的，好吧？我就算命的。你说我德鲁伊也好，我术士也好，都一样哈，我都已经讲过了，事情讲得明明白白。好吧，要不要听是你的事情。我每一次股市预测赚钱，我他妈的算什么命？我去妈炒股就好了，是不是？好不好？这个我讲得很清楚哈。这个趋势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的是命理的趋势，还有它国际试验的趋势啊。那股市你哥当天涨爆了，那我之前讲比特币你不要买啊，买了就会出事。那你有没有去买？你没去买，那你为什么不做空？那你大家都可以互相指责嘛，没有意义，好吧？这个没有意义，好吧？好，这事情我觉得很好笑，我没有生气，我是开个玩笑，大家都觉得很好笑。好不好？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老师今天可能不一定讲得完哈，讲得完1个小时，我先跟各位先说明一下，因为眼睛实在痛不可耐，好吗？哦，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当然各位担心就是这个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哈，这其实跟我们之前所讲的是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伊朗基本上他只要维持，他就算赢，他也不算输，也不能算赢的，反正他的损失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伊朗遭逢这一战啊，我告诉你，他10年经济不景气那是起跳。10年经济不景气那是起跳而已，那不是是说只有10年，它是10年的不景气起跳。但是民族的一个自主权它是可以维护到的。为什么？因为它不可能赢，伊朗是不可能赢的。延续我们上周的说法，伊朗是不可能赢，那美国也不会赢啊，这个是一定是两败俱伤的结果。那么输最惨的绝对不是伊朗。输最惨的一定是以色列啊！以色列会变成什么样的？就有点像什么黄巢之乱一样啊！那个满城尽带黄金甲啊！这个概率是有的。以色列他就想要是说，我只是有一部分的民宅战损，就想再轻轻接过一夜，这个概率比较低一点，但是有可以啦，就是看他们这个月啊，尤其是这个月我们刚刚交节气嘛，对不对？老实说交节气之后会开始可以谈的机会啊，因为毕竟那个紫微星的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理解，就是说。你现在这个模式的时候啊，我们就要去看说以色列它能够撑多久，因为以色列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狭长的一个国家，它虽然是一个国家没有问题，但是呢，它本身的经济还属于高智慧经济、高资本经济啊，这个是我们知道以色列犹太人非常会赚钱，好不好？犹太人赚钱程度啊，真的是可以跟中国的泉州人还有客家人去比啊，客家人还好，泉州人啊或潮汕人来做生意啊是非常一流的啊，这真的是很厉害，非常会赚钱。但是啊，我们要去明白一件事情啊，资本它是敏感的啊。以色列之所以它会流亡到世界各地，那是因为他们跟着资本去做局啊，本身并没有是说我非得在哪个土地上面我才能够飞黄腾达啊，并没有这个想法。但是他们也很强的这个故土的意思，就是他们一定要回到以色列，一定要是以色列那个复国主义，他们一定要把他们自己整个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回归他们神圣的王国吧啊，也许都是这样神应允之地嘛，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是一部分的心理，但另外一部分它是取决于资本。那在资本状况之下呢，它本身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的这个高智慧的产值是非常高的，工业也是非常精致的。但是越精致的国家，你受到打击的时候，你的威胁性就越大。因为什么？因为太精致了。精致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一旦损毁之后，你要再去把它修复就没有这么容易。加上资本它本身就是跟到安全有利润的地方去，如果你这个地方没有利润的，那么资本要回来的概率也不高。加上以色列我们之前讲过了，它这么小国家的体量，它是不能够承受长期的战争。这已经算是1年多的哈马斯的这个方面的一个征战了，已经让以色列真的说实在的，我们可以说是强弩之末啊，一鼓作气，再而竭，三而衰。以色列现在可以讲到3而衰的状况之下，那么既然3而衰了，那为什么他还要去叫他的小老弟美国去跟他一起打这个伊朗之战呢？很简单一件事情，我们要把人性去看透。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哪怕只是稍歇了战火，或者我慢慢停下来，好，慢慢去恢复修身养息，纳坦雅胡都得下台。他是因为战争，他去站在这个位置上。
对不对？那么他如果一旦有这个停战的，或是慢慢趋于和平平稳的，要重新经营国家这个环境的时候，按照他们的制度，他们是要恢复选举的。你觉得纳坦雅胡他能够继续选上吗？就像你要去问泽伦斯基，他还能继续选上吗？这个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为什么？因为你选上你把我家给炸了，这么简单嘛，对不对？这个死道友不死贫道，是不是？你怎么可以让我这么光荣的组织家，然后被别人炸毁？你保护不了我，你有没有赔钱给我？没有，对不对？那你只能让我自己花钱去其他地方度假，然后呢，不能留在自己家里，因为家里被炸了。所以说，纳坦雅胡他如果稍微停一下，他就有可能有可能就被逮捕了。那既然要被逮捕，那我不如做了殊死一战，让我仅剩的权利，我直接呼唤我最强的队友，召唤那个卡牌，对，这个什么最强的僚机，是不是？卡牌拿出来，然后立刻美国就飞过来了，对，来跟他一起轰炸。那么他才能够延续这个战争，延续他自己不被逮捕的状况。所以说，我们看到特朗普就有说，以色列法庭你不能够怎么样，你不能够逮捕纳坦雅胡，你必须撤销他的逮捕令。意思是什么呢？其实特朗普释放出来的原因就很明白了，你现在就是因为纳坦雅胡要求他才来参与这个战争。那么纳坦雅胡如果这个人消失了，是不是？那么他下台了，那新上来的人是不是我们可以重新配合？我们可以重新谈嘛？那既然可以重新谈，那我这场战争是不是点到为止？比如是说像阿富汗，对不对？我撤的可以像乔拜登一样，我撤的干干净净的，我也不管脸面好不好看的，我不管，反正人总是会有新的新闻去掩盖过现在的事情，所以说呢，我赶快撤回去，那么让这个事情止损不就好了？就是说，我们看到那个川普就说，以色列法庭或其他法庭，你必须撤销对纳坦雅胡的逮捕令那这样才是可以谈的。这个很明白，这个趋势是如我们所预测的是这样。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冲突在3月5日到3月8日这几天，因为我们礼拜3有做临时的更新嘛，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到我们更新之后那个双方就从了全域的空袭，就是整个互相的就像在伊朗境内这个漫天覆地的一直改，一直是加炸弹状况之下，先改成了双方的一个互相的消耗。美国跟以色列试图快速瓦解伊朗军事体系的目标是没办法实现的，因为我们可以知道，因为它本来就在山脉底下，它本来就是已经在那个哈梅内伊的时候它已经让地方的军阀变成节度使了，他们可以自由的开火这是 free 的就让你自由的开火，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所以说呢，伊朗反击体系变成比以前更加的完整了。之前在哈梅内伊川内伊的时候他就已经就定于一尊，所有的攻击必须他的整个领导班子同意，你才能够攻击跟反击。这已经让他们的革命卫队心生不满很久了，因为本来怎么就受到屈辱，本来就该打回去了。但是哈梅内伊本身就是一个刹车片，他本身就是一个天秤的协调者，他要的目的就是让伊朗更加长期一点的去消耗整个世界的平衡，让他自己可以维持到一个可以韬光养晦的状况。像那个之前打了7日到12日战争，它本身就是互相的去消耗，消到一定部分的时候，伊朗你有没有一些损伤？有的，因为你本身的弹药或者你的一些弱点，还有你的军事设施你都被他攻击了，那你打回去以色列也被打了，有一些的损伤了，所以他希望能够在这个状况之下，让你们继续疲于奔命，然后我自己慢慢的去恢复，或者抓紧时间我制造更多的无人机核弹有没有其实都是其次的，因为你制造出来的核弹10颗20颗有什么意义呢？说真的也没什么意义，因为所有的人都比你多10倍，对不对？你法国比你多个10倍没问题，更别说苏联了，高你100倍都有可能，对不对？那在这个状况之下，我有什么必要去跟你去拼核武吗？那个意义不大，会怕的就一个，会怕就是以色列，因为伊朗打以色列太快了。但是即使伊朗你有核弹，你会打以色列吗？不会，那么核破绽直接到你家了，那干嘛呢？没有必要对不对？那个绝对是没有动核武的必要。那为什么要消除它的核武？那么就是跟伊拉克一样，他需要一个理由去打击你而已，因为毕竟这个波斯帝国实在太强大了，你让他放任他自己成长，他也有资源，那么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可怕的邻居。所以说呢，不能够听我话的，你都应该被消灭，你不是我的奴隶，就是我的敌人这个其实可以在这个所谓的中东文化，不要说中东文化，在过去的那个所谓的犹太人他们所遭遇到这些不公平的历史里面就知道他们流离失所或者被各个强权打压的状况之下，他们很明白任何不是我能控制的，都一定是成为我敌人，因为我跟任何人交朋友，我都是完蛋的状况。所以我不如就是保持的我是天选之子，我保持我自己的骄傲，然后呢，
任何人都要臣服于我，要么用钱，要么用权，那都得让你臣服于我，跟你玩权谋。军事我玩不过你，我跟你玩权谋嘛。所以犹太人最擅长的就是权谋啊，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现在讲这个犹太人的话不会被停播了，应该不会吧？我看一下，不要哪天我会被那个说啊没有，没事就好。对，这2年前你不讲真民族，你讲犹太人的嘛，你就被掐断了，好不好？言论自由那是有些问题的，好吗？所以在这个状况我们要去理解，就是说，你整个的战争就变成是说很复杂，复杂到什么地方呢？白天是美国跟以色列不断的去进行了空袭，但是呢，晚上就变成伊朗后面发射导弹跟无人机去反击啊，这个状况就变得很有意思哈。比如说3月6日那个以色列就50架的战机去空袭了德黑兰，对，他摧毁了哈梅内伊他去使用过地下掩体以及伊斯法罕军队用的一个导弹的这个总装厂，就是把它组装厂了，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然后6日打完了，7日又派了80架的战机，然后再去空袭德黑兰跟伊斯法罕又去打击了弹药库，还有革命卫队的军校。那这个东西打的是不是有战果？那是有战果的，但是它没有到达是说让伊朗在进行到了伤筋动骨的状况。那这些轰炸都是轰炸的是一个面子工程，就让你不方便，但是呢你也没什么损伤这个就是我说白了叫中国的话，找你膈应而已就是不让你太好过，对不对？纯膈应人的，那没有什么让你好处，但是你也互相没办法损失。所以说海上路线虽然美国跟以色列已经把伊朗整个海军都击垮了，但是其实击不击垮伊朗都没有什么海山战力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海军本来就很弱这个海军真的中华民国的海军都可以把它击垮了，那个绝对没有问题的他们海军太弱了。但是他把海军击垮，难道美国就可以派一些驱逐舰或者其他的海军去对伊朗做地面战吗？或海军硬不过去吗？没办法，你摧毁他的海军，但是你没办法摧毁他的岸防。岸防跟海军是2回事对不对？岸防不一定在岸边岸防可以在后面几10公里以后，它还是属于他的岸防那他火箭炮发出去那是不需要，是一定在海边的，对不对？他岸防可以在后面50公里、100公里以后都是他的岸防。所以说你没有办法是说你可以突破他的海军之后然后呢你去进到岸防了，他不会被打。那个基本上滩头堡你没那么好建，过去在2战可以，但是现在对于现代战争来讲你就算抢滩了，你后面当然也被炸得七荤八素那个是很难存活下去的，这个我们要去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整个战略的意图就是美国的那个战争部长他就希望能够1周之内控制伊朗的天空这个基本上是没办法的，因为他现在自己都承认这个不是1周你至少2个月2个月你才能够结束这个他们的制空的战争才能够有可能结束。但是有没有可能结束呢？基本上不可能基本上不可能，因为你已经开打了如果你在节气之前你没有开打，那这个月就没事。你这一开打，这个月可以谈，但是下个月会更厉害好吧？4月份会更厉害，所以我们要去担心的就是下个月，而不是这个月的一个问题。所以在白宫他虽然是说他没有派遣地面部队，但是特朗普就觉得是说他对地面部队有兴趣就完蛋了，美国就会变成帝国战场的新一号牺牲者。再强大的帝国，它都会因为错误的策略而导致他自己的帝国呢走向灭亡，不是一定的灭亡。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当时在大明朝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它帝国强大到什么地步呢？连在欧洲的英女皇都说过，大明王朝是一个不可被击败的帝国。当时是大明王朝就强到这个地步了。不要小看大明朝各位，有些明朝有些诟病呢，是因为清朝去抹黑明朝，但是基本上整体明朝的国势跟它整体的军事力量，那是空前的强大，真的是可以变成是什么唐皇汉武都没有什么问题的你跟李世民跟汉武帝是可以齐名的，这样子这么强大的一个明军帝国，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输在哪里呢？你要知道明朝他败是败哪里？败在朱元璋手上，各位，他一开始决定他败局了，就跟清朝一样。他一开始的制度决定他的败局，什么制度呢？王爷，对不对？你任何的这个皇子皇孙都可以封王，你只要直系的你的旁系不算你直系的朱家子孙，对不对？一波一波封下去，然后你变成的是说这些王爷吃掉你大明1/3，甚至快到1/2的税收，那么导致是说你变成你明军不满饷，你根本拿不到钱，你没有这个实力去处理你的地方的一个事务。还有里面还有党争，是不是？还有党争，那既有党争，那么变成是说你一些世家大族，然后掌握了整个帝国的一个财政没有办法分权这个地方氏族拿回来财政，然后呢，你皇帝还得给一个氏族去分这些钱，那么你本身的国力就不够了，对不对？比如说严嵩跟那个嘉庆帝，他们就分账的地方就变得很不理想。所以这是制度的问题，那就明白了，这是制度的问题，制度决定了大明王朝一开始就会走向因为制度的灭亡。
这是不是一个很确实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美国现在的问题就在哪里呢？美国跟以色列他们的问题就在于他们制度出了问题，总统的力量过于强大，你没有制衡总统的权利。说美国这个特朗普说要打就打了，战争部长说打就打了，打到后面你有没有办法是说一开始就制衡他？没有，你到后面去说啊，你要不要限制总统权利的时候，那就没有过，因为你已经全军出动了，你现在把战争掐灭，那么美国必败，因为他就灰溜溜的夹着屁股往后走。这个是很肯定的一个事情，所以你特朗普已经出兵了，你出兵之前别人会限制你，你出兵之后，你所有的运补，你所有的这些军人都已经派到现场了，大家准备建功立业了，然后你把他招回来，开玩笑，人家不回来给你造反，那人家怎么活下去？因为军人的天命就是战争，很简单，军人的天赋就是战争，其次才是保家卫国。哦，他们就是要打仗，他们的事业就在战争上可以获得，不然你是扫厕所还是扫地，可以扫出拿一把扫把，你可以扫出上将吗？不行嘛。你一定要战功嘛，对不对？不然你会拍马屁，那和平时期你就只能拍马屁嘛，是不是？像我以前的部队长官很会拍马屁，对不对？哇，天天送礼，拿那个我们军队的这些钱啊，拿去买礼物啊，我不能讲是谁啊，哦，那个就是大明生就看过这些事情啊，对不对？天天的把我们的部队里面经费，因为我是做参谋的嘛，是不是？把经费拿去买礼物，然后送给长官，那送给那些上面的一些学长，啊，送到最后还是送到本部来了，送到最后他就升官了，时间到2年就升上校。对不对？你们很快，2年就升上校，中校2年升上校，2、3年了，反正他停年一到就升上校。为什么？关系打得好，他有没有战功？没有啊，那个就是变成是说，你整体的状况就是军人他有战场的时候，你是挡不了他的，因为不会玩全魔的人，他就会玩刀光血影的地方啊，这个是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即使现在的状况来看呢，现在包含了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城区啊，还有以色列的参谋总部，还有它的国际机场啊，都已经受到了一些攻击。那包含美军的中东防卫系统啊，包含了阿联酋、约旦、卡塔尔的一个萨德反导的雷达，以及他们的一个预警雷达啊，在当地已经受到重创了。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之前讲过，中东的穆斯林兄弟啊，他们一旦决定要反击的时候，他们就全部开始反击了。所以说，包含了是说你伊朗之外，它还有黎巴嫩的真主党，它在24小时之内啊，去攻击伊拉克、叙利亚、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啊，造成它有一些战损，但是也不伤筋动骨，就是战损啊，纯膈应人的，对不对？那个你膈应到伊朗，那伊朗膈应到你这些其他的基地，那最麻烦是什么呢？最麻烦就是那个也门的胡塞组织，还会打击红海跟阿拉伯海的美军啊，就是包含那些你这些所有的航行的船只啊，都变成它是有牌的海盗，你拿它没办法。还有伊拉克的民兵啊，伊拉克民兵啊，对于这个驻伊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动平均每一天2次的这个袭击，那规模都是有达到10万人。说这个事情，各位在新闻上看不到啊，这么多人数的突击部队啊，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那还有库尔德呢？库尔德呢？这个伊朗导弹部队从3月7日啊凌晨打击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一些分裂武装的据点啊，那让你这些事情就不让库尔德去变成开启了那个民兵的状况去反攻伊朗的事情。所以说这个状况就变成是说，你整个状况在伊朗的掌控之中是非常高的啊，伊朗已经掌控它附近周围的一个状况。所以到后面有没有这些高人在指点？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按照这个穆斯林他们过去打仗的方法都是直来直往的。这一次啊，他们用的是一个充分的战略啊，充分战略。那不但是说把你打到让你实在是觉得不痛，但是呢又觉得很麻烦的战争。那这个让美国最头痛的地方就在这里，不是他反击让美军很痛。你说有没有把林肯号打成？林肯号它是核动力航母，基本上你要把它打成，那你可能至少10颗以上导弹同时命中，它才有可能被打成。不要觉得夸张，你要10颗导弹你同时命中这个林肯号，它才有可能沉下去，因为它的动力系统是核动力的啊，它都可以跑，它就一直跑，你拿它没办法，对不对？所以是说要10颗，那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因为它旁边还有一些驱逐舰、护卫舰跟那些反空飞弹啊都有。说你它能打到1颗哦，让它形成了战损，就已经很厉害。打到2颗，让他觉得不堪受辱赶快撤，那也很 OK。但是你要打到3、4颗以上，这个概率不高，何况他只发这4颗，你如果中1颗就很了不起，但是1颗就足以让美军后退了。所以说现在伊朗它就变成是说，我不跟你打大冲突，那我就等着你打完，我再打回去。这就像什么呢？就像金门战争，对不对？单打双不打，是不是大家都变成这种默契？不打不行，那最后就被拖成单打双不打。我觉得在这个月较大的概率就变成单打双不打，或是你各自的互相的去袭击。但是袭到后面，对于美国跟伊朗来讲，一定是痛的。
好，当然我们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谈到它的原油的一个问题哈。原油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大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为什么原油问题是比较需要注意呢？因为原油它影响到我们全世界的这个经济指数，那我们全世界的经济啊都会因为原油的一个变化来导致是说我们自己的通膨会被受到影响。但是老师上个礼拜也说过啊，你这个所谓的这个油价它是一个资本市场有没有特别敏感？有特别敏感，但是它有没有反映出来这个事情会变成可大或者可久的一个状况？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资本市场，尤其是油价，它并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状况。最大原因是什么呢？它虽然当天的油价最高冲到140，但是到最后到现在为止都不破百啊！我记得我刚刚看到做了一些功课啊，它现在的油价大概是93.47块美元，到3月8日这一天哦，那等于说它涨幅大8%，没有到变得很高哦。周涨幅虽然是27%，但是你这个东西还算可控，因为你控制的是整个中东战局，而不是只有乌克兰这个地方。哦，你是整个中东，你变成是说你的产油最大的地方了。哦，虽然它涨了将近30%，但是一周涨了将近30%，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代表说大家认为这个战争啊不会维持太久的一个讯号。那么 WTI 原油的话，他们也是在91.39元，那单周的涨幅啊高达了35.6%，然后这个东西是变得合理的，但是不到于是说它变成100多块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之前的乌俄之战爆发之后啊，它曾经冲到100多块，但是现在后来降回来也到50-60块，而且你俄罗斯还是持续被制裁的状况之下，你还可以回到50-60块。那当然就是因为有中东的石油再去补嘛。那现在大家也不怕的原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委内瑞拉的石油是被美国掌控的。所以说啊，很多事情就变成是说资本已经提前做局了，你后面要再去影响它的状况真的还是有，但是它是有限的，有限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东西呢？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啊，它的霍尔木兹海峡，它是准许中国的油轮通过。哎，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它是特许中国油轮通过，哪怕你这个一带一路啊，在这个伊朗部分呢出现了问题，但是原油部分呢，它是让中国的油轮通过。哦，所以这个就造成什么呢？造成世界经济的命脉受到一定的维持，因为中国的能源只要不大幅的涨价，那么它的成本就不会涨太高，它的成本不涨太高，世界的经济，尤其是工业的必需品，就受到一定的价格上的维持。各位，这个东西不是伊朗对中国示好这么简单，而是他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得罪全天下的人，所以他宁愿放过中国的油人，让中国可以让他有好感，以后他们战后要重建的时候，中国可以出一份力。另外就是说，它本身的原油供了中国去之后，中国的通货膨胀是绝对可控的，因为它不是只有伊朗嘛，它还有一些中亚地区的原油，它还有俄罗斯的原油，是不是？甚至它再怎么样，那中国只要把脸一拍在地上踩一踩，它还可以买美国在委内瑞拉的原油，是不是？它都可以去做到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它给了中国一个很大的面子，就是我让中国的油轮通过，那么世界的经济就不会因为中国感冒，然后大家都打喷嚏，哦，这个就会变成很好的一个循环。就大家可以看到说，为什么原油它价格没有非常涨，原因就是在于是说它是有条件的开放啊，因为它也不想把中国也得罪了嘛，是不是？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现在伊朗啊，他去攻击了挪威的美国大使馆啊，挪威啊，你就是把战场外扩到了这个欧洲去，那这是不是就变成欧洲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还是一件事情哦。你打的是美国的大使馆，那么打的是美国领土，那美国军地在其他国家里面，包含在那个中东国家里面，那个也是美国的领土之一啊，延伸嘛，你租借给他算他的。那么这个事情会不会到欧洲参战呢？目前为止还是没有看到这个迹象，因为毕竟它是大使馆嘛，大使馆的一个策略。但是一件事情就是你把他的大使馆打掉了，那么美国会不会觉得伤筋动骨？也不会，因为是文职人员嘛，本来也就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就很烦，他就得派出了兵力，那你得派出了其他的人员，继续的去维护那各个基地的维护，还有就是说你的大使馆人员撤离。大使馆撤离代表什么事情呢？你撤离的时候，你的情报中枢就会混乱，你要去游说这些欧洲当局的人，你就变得有点麻烦，因为你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受到威胁，那么你就变成没有这么积极的去游说。然后各位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啊，世界的战争啊，明面上看的是炮火隆隆，真的实际真的战争就是没有烟硝的战争，就是你的情报人员啊，情报人员才是阻挡整个战争最重要的状况。国共内战之所以是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那当然我们可以知道，那是因为戴笠嗝屁了，那么他就兵败如山倒。那个就包含了希特勒也是一样，他自己的那个盖世太保，他里面的首领被干掉之后，他也是兵败如山倒。你只要没有情报人员，你在整个战场上面，你跟盲打没什么两样。即使现在有了卫星，情报人员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他可以走到一些去帮你去策反。比如说这次哈梅内伊的内衣被拔掉了，那是为什么？一定是他身边的人告诉别人是说啊，这个哈梅内伊在这边，他没穿内衣，赶快把他炸死，是不是？那就是因为你有情报，没有情报，你的战场这基本上是不可控的，硬碰硬靠装备撑那个是没有用的。这个我们要去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会更加疲于奔命，说他现在就跟英国就呛下说，哎呀，你现在不用来了、啊，对不对？你来不来，你那个查尔斯王子号还是什么号都一样啊，是不是？你反正你借机你给我不帮我打，以后我打赢了没你好果子吃，然后就变成是说你就没有好果子吃了，对不对？就变成给他 PUA。但是各位去理解一件事情，特朗普人格特质就是这样，他以自我为中心哦，你会不会怀疑？他是不是为美国好？我觉得，直到此时此刻啊，此时此刻他就当第2任总统了，对不对？到此时此刻，我还是相信特朗普一心都希望为美国好，这个东西我毋庸置疑哦。虽然他这个商人一定讲究利益嘛，但是实际上他的中心思想都希望美国更加的强大，美国好，国好，家才能好，对不对？国好，那你的商业帝国才能更稳。你把生意开在一个到处都有人战火的地方，那你不是找麻烦吗？对不对？最喜欢看他打仗的地方，那当然是犹太人就喜欢看他打仗的地方，有油水。但是一般的资本都需要稳定，所以现在稳定地方在哪里？稳定地方在中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中国。所以你整体来看，就变成是说，伊朗在想办法去扩张这个样子的战果跟他的一些影响力的时候啊，并没有这么样的是说让美国疼痛，但是呢，他就让他觉得很麻烦，哦，就变得不容易啊，这个事情在这里。那对我们台湾来讲，我们台湾其实在3月8号，就今天开始啊，到12点以后，我们每公升调涨3元啊，就是还没加油的赶快加油，妈妈等下帮我去加油，带金老师去加油一下，我油快用完了，要涨价，真糟糕。等下加油站应该会排队哈，3块钱很多啊，对不对？然后呢，那我们这个油价台湾就已经受到影响了，但是其他地方你这影响程度就没有这么高啊。当然，日本特别紧张，因为日本它现在并没有太多的一个能源的替代方案啊。这个我们上周讲过，我们就不再去讲了。那么现在其他的一些资本家怎么看这个战争呢？比如说巴克莱银行，他认为这个冲突如果持续数周啊，布兰特原油可能从现在的90几块变成120块，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特朗普没有找到一个缓下来的理由跟借口，那么继续涨下去那是有概率的事情，因为你不能只靠中国嘛，中国只能压住你的需求品，但是你其他地方的成本还是增加了。那么现在就包含了摩根大通啊，他也认为说，你如果冲突超过3周啊，那布兰特原油或者其他原油都可能飙升到120块美元一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状况。那卡达尔就是我们的这个东东地方啊，卡达尔能源大臣他们就认为是说啊，如果油轮完全无法通过霍尔木兹，那么油价可能在数周之内冲150美元一桶。那完全无法通过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至少中国通过了嘛。那中国可不可以发那个原油财？那还是有办法的啊，因为伊朗如果让中国可以发这个石油财，总比让俄罗斯发财好嘛，对不对？你现在俄罗斯跟伊朗都在战争之中，那谁能够抢到这个中国大客户，当然是最好的。所以说不会完全无法通过，它是有条件的通过，或是呢大家交好的国家让它通过啊，这个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但特朗普认为他油价会回落哦，那他觉得是说这个东西啊，他不会搞出什么大事，他觉得优势在我，对不对？这能够说优势在我的，我告诉你，你整个历史来看，就中国历史来看，能够一直把优势在我这个心态啊发展到淋漓尽致，而且绝对是落实没有问题的，就是李世民，对不对？李世民才能够说，我无论率领多少人，优势在我，3000人我打10万人都没有问题的，是不是？那就300人出去，我打你几千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无论如何都是优势在我。那特朗普没这个实力啊，因为他率领的国家并不是是说这么小的国家，而且他后面的牵扯复杂实在太高了啊，这太高了。所以在后面的最大问题就是说啊，全球20%的原油必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20%里面有75%，绝大也就是15%里面的通过的原油里面是要来亚洲的。说台湾进口啊，一纯都是高达98%，我们也不能跟俄罗斯进口嘛，对不对？所以说现在就变得比较危险啊，各位要去注意的这件事情，这个对我们的整体影响是比较大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当然我们要讲就是弹药部分了。弹药部分啊，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觉得预测的整个趋势是没有错的哈。因为这跟我们长期以来看到美国它本身的一个成本跟它的一个开支部分啊，就已经可以决定了。那这个世界，你让欧美国家的经济啊继续持续的高涨，那个基本上可能性等于是0的。我们就讲很简单一件事情啊，光它的一个拦截的一个导弹啊，比如是说萨德啊，美军的萨德啊，它在
以现在今天来看呢，它只能在维持7到10天，所以说你战争怎么能够维持到数周呢？各位，我们反过来想一件事情，你要维持数周，前提是你有粮草，你有弹药，你有军械，对不对？以前在打仗的时候，你要给士兵更换了冬天的衣服，还有你这些武器装甲，对不对？你有近战兵嘛？你不是全部是民兵拿着锄头去打敌人嘛？是不是？你一定有一些重装兵啊，3万5万的重装兵，他需要穿的衣服。铠甲，然后刀枪剑戟，是不是都要有？还有他们吃的酒肉都要有，对不对？朝廷不能养恶兵嘛，等恶兵养在前面，还可以回来打你的，是不是？所以说，现在萨德系统的反攻导弹就7到10天，爱国者3仅能维持15到20天，这都不满足3个礼拜的条件。各位，前提在这个地方了。所以他们说，为什么他们会去估计3周以上，如果继续维持，就会出现问题？因为这边报告已经出来了。你的库存撑不了3周，所以说3周以后还继续打，那危险就大了。为什么？因为优势在伊朗了，因为你没有反攻导弹，你只能后撤嘛。那你一后撤，伊朗是不是就解开来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啊？所以我们东西要多方面去看这2个地方各自的优势跟旁边所引起来一些水花效应。我们只看一边。比如说，老师为什么说这个一定要打起来概率是高的？就是因为美国已经把它的补给线都建立好了。说无论名嘴怎么说，我都说他的补给线运好了，他能不打吗？不打的话，那些士兵。那些将领要跟你翻脸，建功立业时间到了，我骂你竟然不打，开什么玩笑？是不是？以后打赢这场战争以后，我还可以出现在游戏上面，对不对？变 Cobra， 对不对？我就可以在上面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无论是防卫的那些萨德或者爱国者，你吃紧之外，包含你攻击性的武器也是吃紧啊，比如战斧巡航飞弹，它从峰值的4000枚的导弹到现在已经不足以1200枚。原来4000枚，现在1200枚，那补就好了嘛，对不对？反正美国有钱嘛，补就可以了。但是它的年产量不到100枚，你有办法年产量不到100枚状况之下，你有本事在3个礼拜里面再补给他500枚吗？概率不高，概率不高，因为军火的产线是这样。现在的高端军武啊，它不是说你有钱，它立刻主持这个生产线，因为每一个生产线里面，它都需要各种高精尖的一些厂商去制造原料、调集这些设备，然后来去做生产线。更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你高精尖的一些武器，它需要用到的就是稀土。你他妈稀土在哪？在中国手上。你现在一直不断的消耗，请问稀土谁可以卖给你？那个就有问题的嘛，对不对？即使你施压，中国继续卖给你，那中国只要说好，我们按程序来就可以了。按程序来啊，我告诉你，差不多完蛋了。每一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啊，都可以用很官僚的方法去卡你，你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一点点办法都没有，就是直接给你按程序来，审批一个礼拜，是不是很正常？很正常啊。发现你要补件，再来3天，再2次补件，再来3天，3个礼拜随便拖拖都过去了，你拿它什么办法呢？对不对？这个只要按制度来，你就可能没有办法去继续上去了。说这个特朗普知道这个问题呢，也知道，所以他召集了军工巨头要去增产。他说我给你500亿美元紧急预算，你赶快生产出来。能不能加速？一定可以加速，但是你要让他1个月增加300枚的这样子，比如说他们的战斧飞弹，这个概率是极低的，因为它的原物料就有受到影响。特朗普一直认为他用钱可以弥补这些事情，那是因为他之前他可以从奥巴马手下拿到这些资源之后，他可以不断的举债，然后去做这个当时的 COVID-19 的这些的疫苗，所以他觉得钱疫苗是可以做出来的。疫苗我也吃了不少苦，就是他那个之前的英国那个阿斯克捷利康打下去之后啊，我们本来没病的嘛，病了2天，就是能不能不打？不能啊，那个时候病毒力量很强啊，说能打的先去打，打了嘛躺2天站不起来，真的痛苦啊！这阿斯克捷利康真太可怕了，还有一点小小的血栓好像，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说有钱在军工产业上面，它不是只有研发的力量，也不是只有人力的力量，而是包含是它原物料可能就不够了。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呢，我们就去理解说，整个欧美的经济跟世界脱钩，它一定会走向灭亡。最大的原因是它把自己的成本弄得太高。伊朗一架的沙赫德的无人机，它成本是2到5万美元，2到5万美元，对不对？我说很多啊，开玩笑，老师，我1个月赚不到一年存不到1万美元，但是你一个人没办法，我也存不到1万美元啊。但是人家可以啊，对不对？人家可以的，所以他一架无人机只要3到5万美元，那也说到5万美元多少呢？让我意思，我也不过200万台币嘛，200万台币包含包装，对不对？包装还送大礼包，给你200万台币好不好？但问题是，人家的成本就是打死在这个地方呢，对不对？但是美国拦截用的爱国者导弹，它一颗就要400万美元，400万，它的成本比到1比80到1比200之间。所以说，导弹经济学是现在非常夯的状况，也就是伊朗它是以穷打富，
对不对？我穿草鞋的，我不怕你穿皮鞋。哎呀，真的是什么叫什么嘞？残忍呐、太残忍了，对不对？残忍无情，是不是？背一个披风又无情，是不是？太无情了。你丢一颗过去，他得花200倍的成本，或者80倍的成本去拦截你，你怎么跟他打呢？那可是你能不能重点防御就好？对方只要知道你只防御重点，那么当时的那个以色列就不会那么轻易的跟伊朗停火了，因为他发现你重点防卫你还是得战损，磨来磨去，伊朗这么大体量的国家去攻击你以色列，他就让你去有限的去攻击一些重点目标，然后呢，让你保护一下自己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的安全，那你其他居民楼你还是得被打，还是得被打，你拿他没有办法这件事情。就说伊朗的持久战跟代理人的网络，我们的代理人网络呢，就是说他身边的刚讲的胡塞组织啊、真主党啊，或是这些所有的阿富汗那个什么伊拉克民兵啊，好就变成他的一个代理人网络，就一直不断的去洗脑，跟你打游击战。我这边打你一下，那边打你一下，是不是？就像之前在戏剧《康熙王朝》里面的那个郑经讲的，但郑经没讲过这句话了哈，那个是戏剧里面，他说大清大如牛，台湾小如丁，对不对？这个牛啊是绝对可以赢过钉子的，但是钉子啊只要集中的力量，它也可以刺穿牛皮，是不是？这个话有没有错？这个话没有错。钉子无论如何都可以刺穿牛皮，但是你刺不死牛，你让它发狂了，它就把你踩死，对不对？你可以让它一直痛，但是呢，它不会死，永远都不会死。那你说破伤风怎么拿？那个不是抬杠了吗？那就是抬杠了嘛，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他现在伊朗也用代理人战争，然后包含了一些所有东西要去让美国疲于奔命。那么库德族会不会去让跟那个美国去合作呢？目前他们的精神领袖已经说不要再上当了，哈，那个不要去跟美国站队，说像其他地面部队要靠其他的少数民族或是民兵组织啊去打伊朗，这个概率是极高的，这个极低啦，这个概率是极低的啊，不大可能是说有其他的民族趁机去打伊朗，这个状况是不容易的，因为人家打的是宗教圣战。啊，打了宗教圣战，那你要去打他，我觉得这个在宗教的环境里面，那个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这站不住脚的。那有人会说，老师他打一个中东地区那些基地，不就也是因为穆斯林打穆斯林吗？人家打的是美军基地啊，人家有去打到中东的那些阿拉伯人在的地方吗？没有啊，打的是美军基地啊。对，别人在抗议啊，你打到我家来了，关我屁事啊，是不是？让我这人心惶惶的，是不是？但是呢，实际上人家也没打到他的一个打他的阿拉伯人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啊，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是说，现在半个月之内啊，到3月下旬之前啊，美国高端拦截武器啊，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不缓一下啊，释放一个假议题说我们可以谈的状况之下，那么就有可能触发美军跟以色列他们自己的库存红线。所以说我个人啊，我还是抱持的是说，他们一定会找个理由哦，开始谈啊，比如说伊朗你要全面投降，到后面呢，我们先谈哦，那后面你不投降我们再打啊，这个可能我觉得还是会发生。我个人看到我们的流月形象来讲，我觉得这个月要去打下去的概率没有这么的高啊，毕竟我们的新秀还是比较强大的哦，在这个卯月啊，其实不容易的啊，不容易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那但是在4月就不一定啊，4月当然还有天解星啊，4月天解星，那基本上也可以化解，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事情在后面的影响程度是比较大的。那如果在这个4月中下旬以后啊，那战场可能就会开始从其他地方啊，就必须要从美军那个调遣那些，比如说在就是那个什么日本啊，或者在韩国啊，或者在其他地方的一些军武，或者给乌克兰的军武，可能也要抽回来一点，或者从欧洲那边驻防的军点的基地啊，也要把它抽回来一点啊，全部放在什么？放在美国这个伊朗战争这边，不然的话，美国只能撤军，啊，撤军撤远远的啊，开始和谈的状况。不然的话，你这个再持续下去啊，这个伊朗绝对不会赢，但是以色列啊一定输。那美国呢半死不活啊，这是很重要的。这个地方我们从哪里看到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可以去看呢？就是美债在这个状况之下，它不降反升哦，在这个战争影响状况之下，美债它从3点多趴到4点多趴，涨了1%，涨这1%代表是什么？大家已经不相信美债是可以避险的，所以它的一个殖利率啊从3到4啊，不要看这个快到1%这个差异哦，快到大概是0.75%吧。好，3码的状况之下，不要想说这么差那么少，这3码的利息完全是由美国政府去出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这个殖利率是美国政府要去出的，你发售这个新债，你就得给人家比较好的利率，不然人家不买呀、对不对？那没有钱你打个屁仗啊，没有钱打个球啊，对不对？没有钱呢，士兵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替你卖命啊？是不是？说这个状况就变得很重要。说美债的殖利率我们也看到出来，大家对美国国际上对美国这个战争啊，你打赢的概率极低哦，因为你打伊朗，你打其他地方可能就算了，你打伊朗。这个概率不高，因为你任何人到进去都是一个帝国坟场。不要说呢，塔利班你打得赢吗？那美国后面连塔利班都打不赢了，那伊朗比塔利班还强大了多少倍？
那你怎么打得赢呢？啊，这个东西你再陷进去，那你干脆美国不要混了啊！美国真的不用混了。美国之所以在越战、韩战，你还可以立刻的慢慢的不要说立刻了，至少你抽身之后，你恢复元气速度非常快。那是因为那时候美国是工业强国，那美国现在是工业强国吗？啊，不是嘛，对不对？工业强国在中国嘛，所以变成是说美国美债的殖利率就升高，一旦升高了，就是明年他要付的钱就高，就懂吗？美债明年要付的钱呢，这利息就变更高。美国已经在台高筑了，那你现在要增加，因为这个战争增加的支出，然后你又要让美债增加，那美国财政肯定雪上加霜。有同学问我是说，老师，那这个状况是不是有可能美国总统川普做不完这一任？他做完这一任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事情是他能不能度过11月的其中选举。你这场战争几乎都不可能看到美国有全面胜利的可能，几乎看不到了。我不能说一定的，然后这个人做人总是要有一点分寸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他有全面胜利的机会。就连委内瑞拉，他说当委内瑞拉的总统，他成功了吗？没有成功嘛。你连委内瑞拉取得他所有政治控制权，你都做不到了，更何况是伊朗？更何况你想去控制穆斯林，开什么玩笑？你要控制穆斯林，你想都不要想的事情。这世界上就不要说什么，连中国都没法控制穆斯林。中国新疆地区，各位不要想到他怎么被打压，新疆他妈是自治区。还有维吾尔自治区，你怎么去控制它呢？就让你自治的，因为怎么治理都治理不对，穆斯林就没那么好治理。表面跟你大西，对不对？那实际上打起仗来人家不要命，是不是？所以你要得给别人自治，给别人空间，那才能够做出这些事情。强如中国共产党，他都得让这些少数民族自治的，你更何况是你美国，你想去统治或去完全把伊朗变成殖民化，或是变成你控制的傀儡，这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啊！那都说真的，那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啊！这个我们必须了解的一件事情，好吗？好，那现在45分了，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哈？那再问嘛，还是看一下哈，不看不行哈。感谢，有字看不到哈，那个 C c a s t i s Steamy 哈 ，Steamy 哦，感谢您的赞助哈，感谢赞助，谢谢您哈，谢谢您赞助哈。好，来我们看一下哈，什么问题啊？每一战都打到什么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在3月有停一下的话，我觉得5、6月状况之下，它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不然你真的打到8月份了，我告诉你，那个特朗普他一定选不上啊，因为战争现在在美国已经开始反战了。不要说美国没有这么大的损失啊，损失那是其次啊，现在战争啊，人命其实是其次啊，重点是你的国力能不能经得起损耗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吗？所以说我不敢说大善大德了，好吧？感谢你的肯定，谢谢哈。台湾地狭人稠，闲钱多的话，炒房地产应该比炒股好。想都不要想，你有本事去炒，我告诉你，你没有几年你就完蛋了，好不好？台湾没有炒房地产的空间了，想都不要想。或许你可以有炒到1、2个成功的案例，但是你不能把特例当成通案啊，那是不可能的。台湾的房地产没有空间了，绝对没有空间，你想都不要想。台湾的任何的房地产涨幅都会被你通货膨胀吃掉，你不可能赢过通货膨胀的。然后不要说你老师那个央行怎样，那些都不用去想，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房子呢必须有人接盘，有人买，你才能够有利差空间。当它没有人买的时候，它就不会产生利润了。台湾的生育率之所以一直不断的下降，那么代表后面接盘的人就会越来越少。那接盘的越来越少，请问你房价标很高，那是有市无价，有价无市啊，有价无市就是你不好成交，不好成交。像台湾它并没有所谓的强制的那个都更，也就是他们不容易被征收，对不对？你又不能像那个什么蒋经国时代，突然你一个都更的地方你不同意啊，突然就起火了，对不对？但是一定是用电不安全，那突然起火了，是不是？那就完成都更了。对，不能嘛，现在也不行嘛，也不像中国，征收盖了，然后就收走，然后呢，被征收的人笑掉大牙，然后呢，那个买到的人，那后面就可能会有点哭鼻子了，因为他们征收是肯定的嘛，补偿款直接从村办公室、里办公室或是街道直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在中国几乎很少看到说我房子被征收了，然后我还在那边哭天抢地的，没有啊，你不要被一些特定媒体所骗了。中国房子被征收，盖了拆迁，我告诉你，当地的人。被征收的人只有眉开眼笑，没有其他想法，不要想有其他想法，只要是拆迁啊，你要把地还给别人的，除了你参加宗祠啊，不然的话，一般的民宅你拆迁，你有本事你就拆吧，来，钱给我，你还得给我什么？你还得给我那个房子让我先住着，然后呢，你盖好的东西，你再给我一笔钱，对不对？或者你还给我房子，给我钱，是不是？开什么玩笑啊？在中国现在有很多的房子，就是拆迁房。怎么样呢？就是你把你房子拆了，那你这个人安顿到这个拆迁房啊，就是给你盖一栋大楼里面，然后这些房子是给你的
就回迁房了，就给你了，对不对？啊，送你了啊，就送你了。那你房子不好不要紧，房子是你的啦，白住的就送你了。那当然用料不会很好，那用料就不好，就是一般的回迁房嘛。然后你盖好之后，你要分房子再去分，这个状况这中国特有，那个是没有，台湾就没办法。台湾人你现在去买房子，我告诉你，那个不要说怎么了，我都买不起了。那开玩笑，以前千万豪宅百万名车，现在千万是豪宅吗？百万是名车吗？哪有可能的事情啊？你哪买得起啊？一个月4、5万的薪水，凭什么去买那个千万豪宅啊？不是豪宅，千万豪宅你都买不起了，那怎么玩？那玩不了的事情，好吗？我买1000万的房子，我一个月如果没有宽限期的话，一个月缴3、4万块，我怎么看得起啊？3、4万块我租房子不香吗？对不对？那不就更好了吗？好不好？那不要去想着说你可以从台湾去房地产上赚到任何钱，就像你没有办法在日本不动产上面赚到钱，也不要从韩国的不动产赚到钱，更别说你连泰国、越南的房子你也赚不到钱。现在人口越来越少，那是绝对的趋势，好吗？那有一天被打的概率可能性更大，有本事打，那大家都一起死。这个其实基本上跟过去的科威特海湾战争是不一样的，那整个状况是不一样。放蒋出山了，那只是形容词啊，那形容词蛮糟的。蒋东正变飞弹飞过去哦，那个不行了，好吗？台湾天然气储备不足哦，4月可能断氧，不大可能啊。台湾不大会断气啊，台湾不大会断气啊。台湾我相信中油的调度的能力还是有的，断气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一个事情，好吗？好，再次感谢我们曲老师哈，还有我们的塞卡西莫哈，不好意思，我眼睛看不到字母哈，感谢你的赞助哈，谢谢。改买入的能源，我不知道会不会买，但是我相信中油它调度的能力了，好吗？都有调度的能力。2023到2025偷买俄罗斯石油680万桶，680万也不是很多了。说真的，那个不会很多了，好吧？战争大概会持续多久？我觉得大概4、5月吧。我觉得大概4、5月啊，因为你这个月只要如预期，这个月先缓一下，后面的状况你要再兴起来会打一下。但是你要持续到整年不大可能，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实力去处理，好吗？美以1张望借出中国稳赢，没有错哈。我们现在就要去讲这些事情，好吗？我们要讲这些事情。所以现在我们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包含中国。中国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呢？中国状况就很简单，我只要不介入，我就赢了。各位是明白老师的意思？中国现在策略就很简单，我只要不介入我就赢了，因为你们持续在消耗，我只要不消耗我就赢了，跟美国在2战是一样的套路。历史上没有什么新鲜事，你只要躺着就会赢，你只要不参与战争就会赢。各位，这场战争无论打到后来结果是什么样，必然都是3输的局面，因为现在都已经3输了，是不是？吴孟达听到就要开始抽了但这个一定是3输的状况，你没有真的赢家。你要说硬要有赢家，那肯定是伊朗伊朗它有精神上胜利，好不好？营学上、精神上胜利，就连印度现在都不去压美国会赢阿三的智慧，虽然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好随地大小便，对不对？大家很方便，但是呢，重点是人家的政治智慧，还有他们军事智慧还是有的，观察还是有的所以他们认为美国这一次并不会大胜，所以他让伊朗停靠，他也想押宝伊朗跟伊朗打好关系，以后呢，这个在世界原油紧张的时候印度还可以捞了一点石油财，毕竟他在俄罗斯的手上挣到不少钱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我们也很确定了，你中国本身就负责我去调停我什么都不做，但是呢，我不能够阻止我的人民，或是我的一些军事爱好者，哪怕军事频道这些人在抖音上去给伊朗出谋献策，对不对？他不能阻止嘛，是不是？他们就喜欢对军事有兴趣，发表自己的看法嘛，对不对？那么伊朗你要不要听？那是你的事情嘛，你们自己有自己的事情。但实际上情报战还是一样。我认为伊朗能够准确打到每个地方中国功不可没，因为毕竟它的卫星定位它之所以这么精准其实不容易。因为你看打大使馆，它其实没有什么误差的，好不好？没有什么误差的，它是可以打得准的，打得准那就不是很小的，不是很大的误差，就是很精准的状况。我觉得北斗卫星在这一次一定是有提供一些部分的方便他可能说美国、中国，你说没有我就是开放我腾讯高德地图他自己去用的，我哪知道？这也有可能，这个也是有可能吧，好不好？那整体来看我们在中国现在的状况就是怎么样？我只要维持我自己不变你们自己消耗。就像2次世界大战一样，你们欧洲战争打得乱七八糟中国战场打得乱七八糟，但是我珍珠港在没被打之前，美国都是置身事外，那最多就是变成是说我禁运石油给日本，禁运给石油给日本，那日本就投降珍珠港，你懂老师意思吗？为什么要打珍珠港？就很简单，因为美国不让那个原油去日本嘛，
所以说偷袭珍珠港啊，那造成了这个二战更大的爆发。日本也是不能说完全走错了，但是呢，各位其实不要太相信我们课本上那些历史，真正能够去影响日本投降的还是只有苏联。苏联的钢铁洪流，美国不会想跟他战争的。所以说当时为什么后面还有一个美苏冷战，就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实力是严重被历史课本所低估的，它真的是可以直接不管中国也不管是任何人，它的钢铁洪流是直接可以很短的时间进入到北方四岛，甚至往日本的本岛去占领那个是有的。所以日本天皇当时他是有智慧的，当机立断，赶快投降，再不投降，俄罗斯的人来，那个苏联的人来就没有美国这么好谈了麦克阿瑟还是很急功近利的，是不是？所以这个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三输呢是必然，中国的躺赢也是必然，这是完完全全必然的一个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争议各位去理解这件事情。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在于是说，你整个世界的经济跟 AI 之间的关系，那个是非常重要的。老师在这算是从过年到现在是一直用心在这个 AI 上面的一个进步所以说我们有些系统可以优化的很快。所以老师有用了 AI 工具，那不会演的，我不会再一个人一个去打字好吗？那个就我觉得说一个打字一个打字比较有诚心的人，可能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了我都必须靠 AI 来去跟我讨论开会，然后做出决策，然后他帮我去实现某一部分的功能我是没有办法再去一行一行打了，要正技师快把我打死了。所以说呢，我现在的发展成了这个状况。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呢，中国它的 AI 制度跟美国的 AI 同步在发展，比如说在这2天美国的 OpenAI 它就研发了什么？研发了它的那个 ChatGPT 5.3 跟 5.4，一次推出2个版本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程度。这里面当然是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OpenAI 现在是跟美国国防部去合作的。那之前那个 Cloud 这个公司它就是被踢出美国国防部了，说它现在它研发能不能后面赶上这个是在问号。但实际上像 OpenAI 它整个大跃进就是说它推出了 5.3 到 5.4。整体的能力是完全是碾压其他的 AI 模型，直到现在为止老师还是说 ChatGPT 到现在还是世界上最强的 AI。但是老师最近有跟老师的一个同学我们跟我们同学生就聊个天，这 AI 本身它是有一些个性的我们就有一些个性的，比如说呢 OpenAI 它很聪明，它真的是非常聪明，聪明到是说它有点自傲，因为老师最近在整合这些 AI。OpenAI 像什么呢？就像小叮当里面哆啦 A 梦里面的出木山就叫吴聪明，好不好？他就像那个出木山，对不对？很聪明，很会念书，但是呢，骄傲，就有些事情就看不起，他明明就看不起大雄的。其实你从小叮当那个哆啦 A 梦的故事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出木山是看不起大雄，看不起胖虎，看不起小夫的，甚至他也不怎么看得起静香，他也不太看得起，他看得起自己，说很多事情把自己扒得干干净净的。那个 OpenAI 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色，自傲面对错误的时候他会自己圆谎，反正我一定是对的，错的一定是你不够严谨。除非你把证据放在眼前了，说那对我错了这次我错了，那我下来干什么？开始会做这些事情。那但是呢，另外一个，比如说像那个 Cloud 它就变成什么呢？它就像一个中年的码农，35岁的中年码农，戴着厚的黑框眼镜不招人喜欢，但是他的能力很强，能力真的很强，但是不招人喜欢。但是呢，他除了代码以外的事情你去跟他讲，他会让你非常生气，因为他不善言辞，钢铁直男一枚。就不善言辞，这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专业很强，但是平均很差。但是呢，像那个 Google 的 Gemini 就有意思的。Gemini 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大学里的学生会长，怎么样呢？风光亮丽，包山包海，我什么都会。但到最后我们发现，他只会几样套版，他就只个几个模型。一开始让你惊艳，到后面用来用去就发现，他妈你都讲一样的话，真的要你干事的时候，你啥都干不成。那为什么是他说他是学生会长？因为他可以骗妹嘛，专门把学妹肚子搞大，然后就说不关我的事的那种，搞砸了就说这个就是这样，不能想怎样，然后我没办法，我是公开大模型，我就他妈你们巴拉巴拉巴拉，很多理由都可以出现的那个蛮有意思的。那 DeepSeek 就像什么呢 ？DeepSeek 我说真的，我用那么久我真的会仰赖 DeepSeek，很多事情跟它的模型那是价格比较便宜。它就像什么呢？就像阿信感恩的心，感谢有你那个阿信。那个阿信怎么呢？他就任劳任怨做事情我慢慢做，慢慢做你跟我说什么我都说好。但是呢，他是不是真能做到？都可以做到他的编码能力不输给 Cloud， 他的综合处理能力不输给 OpenAI 都是可以去做到的事情。但是就是慢，就是慢。他没办法跟你做的是说他完全都好，但是慢。包括他不会跟你讲说我很强什么的，我就慢慢的做，就像一个老妈妈一样，阿信一样，就慢慢的给你去做。
所以每个 AI 它都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啊，不能每个都讲，大概讲这些东西。那最后一个比如说千问啊，同意千问，那同意千问呢比较平均型的啊，就像一个上班族啊，上班族就是说我会什么我就说会什么，不会什么我就说这个我不会，抱歉。哎，它这个就是比较中规中矩。千问这现在也是异军突起，比如说千问最近出了3.5版本啊，3.5版本比它之前的 Max 3更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耗能变低了啊，一次调用的一个耗能变低了，反应速度变快了啊，价格也降下来了哦。所以它每个特色，就像上班族能屈能伸，对不对？你到我这个状况，我就负责这个业务，多的我不会，我跟你讲我不会，会的我跟你讲会啊，这个是有特色。所以每个 AI 它有个性。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么多 AI 状况之下，我们跟这次的战争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像你 OpenAI、像 Cloud、像 Group、那像 Gemini 这些的 AI，在今年2026年都扩大了投资，这些所有投资啊，都是以数十亿美元开始起步的。我说是起步哈，我不说它只限制在数十亿美元，是数十亿美元起步。但是这数十亿美元甚至到几百亿美元的总投资额在里面的时候，这些钱并没有落在美国的，或是在欧洲的，或是在任何地方的，哪怕是你的辉达哦，也是一样。它是不会去下降到你实际百姓的生活里面，那是没有的。各位你要去理解这个意思，那是没有的。像 Cloud 它虽然刚才讲的是后框眼镜的码农，但是它一年可以赚10亿美元啊，它至少一年可以赚到10亿美元啊，那研发成本也可能快10亿了，那研发成本也是很高啊。所以就发生什么？这个那么大笔投资，你一直把它丢进去之后呢，你所得到的世界领先的地位，那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没有办法，第一个投资没办法下沉到百姓的经济里面，第二个就是你这笔投资，我们之前讲过，它是放在国家的 GDP 里面，所以它扩大投资，它等于没有投资。你好的那些精英阶层，因为你现在美国的在路边的去那边飞草的那些人，或者在麦当劳打工的人，你去跟他讲说，你人工智能对你有什么帮助？没有什么帮助啊。但是呢，你送外卖的人工智能对你有帮助？有帮助啊。哎，那不是每个人帮助，是的确是有帮助的啊。那这个东西呢，在中国或在中国这个市场里面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 AI 不如整体而言，你是不如这些欧美的 AI， 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晶片跟技术没有达到这个地方，对不对？你要差个几代是有，总体来说差多少呢？你像在 coding 的部分啊，编码的部分，那大概差5%哦，这个你在同一前位，然后 DeepSeek 啊，你跟那些 OpenAI 或者 Cloud 你的精准度差5%，5%多不多？5%你不要跟我讲，看起来很少可以接受，没有。对编码来讲，嘿，差5%那叫天差跟地别，好吧？天残地缺，天缺地残的，对不对？那是差很多的啊，那是差到一个世代的这么大的一个环节，所以5%呢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差异。但是我们要去知道，中国的 AI 它是下沉到百姓的生活里面，下沉进去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在 Google 的实验室里面，这些翻跟斗的机器人，这些强大的机器人是没有办法立刻让他们下放到他们自己的百姓里面可以去使用。但是中国的 AI， 无论是豆包大模型，无论是 DeepSeek， 无论是千问、通义啊，或者是他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极影啊、千什么之类的啊，或者月之暗面啊等等之类的，他们是下沉到各行各业里面去都能够去运作的。所以说，每一个他们做出来的接口，都基本上都是让各行各业都可以开源。这就是差一点。我的成本已经只有你的1/20，甚至只有你的8%，8%啊，10%到8%。我只有打你1折的成本，但是我这1折的成本，我可以就好几倍去不断的研发之外，我研发出来的东西，我直接下放到我们的百姓都可以去使用的。比如说你现在手机里面有豆包，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台湾朋友可能讲没有，但是在中国你有豆包很正常，因为它基本上是半强制的。春晚那一年那一天就几亿个用户，这什么都豆包，是不是？可不可以给他答案？是可以的。现在包含了中国的 AI 就开始洗 AI，对不对？哪一个商家推商品的时候就洗 AI 说啊这个好，这个好，洗久了他就变成说啊你问人家说这个商品哪个好，还是说这个好？哎，现在也出现这个问题 ，AI 也是可以被洗的，那就这个有这个方面业务啊。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中国的百姓开始仰赖 AI 从这么高的状况之下，那么它周边发展速度就很快，而且它的成本便宜。就简单来讲好了，100万的 token 在那个所谓的 OpenAI 里面，你要花那个 input 跟 output 加起来，平均起来你要花15块美元100万 token。一般说不要说很多啦，我说真的是不多啦啊，你要看你做什么事情，问答可以用很久，但是你实际上在操作的时候用不了多久。但是呢，你一个17块美元，但是你在中国呢，哦 ，DeepSeek 它只需要我记得好像叫3块人民币，3块人民币，你要17块美元，还要3块人民币。
那谁的泛用性高？就这么简单可以讲的事情。中国人100万3块人民币，然后呢，通义千问3.5，你可能收到5块钱到10块钱人民币，你怎么样也比17块的 OpenAI 便宜吧？那么落地是不是就简单了？落地变简单。你要去让 AI 去指挥你实体的经济的时候，你不是几百万 token 可以解决的问题，不是几百万可以解决的问题，那都是几千万的 token 去做的，一个动作可能就花你几百万 token。那么你为什么可以去研发到让你自己可以下沉，然后可以去运作？说现在整个AI 的环境啊，各位去注意，你一定要聚焦在什么？你要懂 AI， 你要去理解 AI， 你要接受 AI 进入你的生活。第二个，你要走第2、第3的社会性专长，因为 AI 可以取代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你没有社会性的专长，比如说你很会编码，但是你编码又不到高精尖，你就是一个会写代码的人啊，你就是会写程式的人，但是你不到顶级。这个我相信大部分都不是顶级，不然这个资料处理科这么多人，那个机工科那么多人，每个都是高级工程师吗？没有，因为大部分都是一般的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就是那10%、5%的人，那是高精尖的，那个一定是 AI 取代不了的，他们负责研发 AI， 但是其他的人都是一般的人。你一般人通常容易被取代啊，比如说就很简单 ，OpenAI 现在出来的5.4，基本上就可以让一大票的马龙基本上就可以失业了。为什么？我一个人以前可以3天可以做一个小小的一个项目，现在他3个小时可以做一个项目，3个小时可以做一个项目，简单的啦，我说很简单的事情，你可以做到，对不对？你简单一个小程式，你可能5天你就可以出品一个新的迭代，那你之前要多久？5个月，你现在5天都可以做个迭代，你怎么跟人家玩？你玩不起这个事情的，各位你去理解嘛。但是剪头发、装冷气、修瓦斯管啊、算命、按摩这些事情，你真的能够让社会性服务界，你能够让 AI 去取代吗？不能。你让 AI 帮你按摩吗？把你骨头折碎是可以，是不是？所以很多事情啊，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是说你自己有了专业，所以说我这个专业好，现在社会上必须的，我这个白领阶层，我有高精尖的一个知识，你的知识最容易被取代，但是你的技能不是。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回归到技能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未来安身立命的一个事情。我去理解，技能才是，知识一定会有 AI 代劳，技能在你手上，它才是不变的一个事情，好吗？啊，不好意思啊，本来想早点结束了，现在又被拖到各位时间了哈，不好意思。哦，日本变美国小弟本来就这样哈。如果看待特雷普找牧师跟他帮他做法，哎呀，这个乡野传闻不足信之啊，好不好？乡野传闻不足信之，他说帮他祈祷是可以的，每个人的宗教思维吧。我们总统还到处去拜庙，对不对？也不能说他们不对啊，也不能说他是不对，好吧？是可以的。自作聪明错失金香，大人傻福。这动画了，然后只能这么讲而已，好吗？DC 问答会比 CG 好，你要看它什么事情，要看什么事情啊，这有差别的。当然 AI 模型不能够帮你解决所有事情啊，比如说老师的良辰吉时，对不对？数位陈老师他的确用 AI，但是他又不是 AI，为什么？因为他必须强制依照我陈老师的算法，而不是你公开那些算法啊。你去找任何人算命都会 AI 算命都会错，我说很明白告诉你，你找任何 AI 算命都会错，没办法正确的。我后面跟了几千条的一个算命的法则在里面。而且这些东西是让它活灵活用的，所以说我的确把自己的大概70%的智慧都放在了兔伟成老师上面，好吗？不好意思哈。取代说导师大家会失业嘛？你看你做什么事情，我有技能嘛，对不对？我有技能嘛，是不是？我有技能，我会东西多了去了啦，我会东西多了去了。不是只有算命，算命是我的志业，好吧？因为这个事情对大家是有帮助的，好吧？好，不好意思，大家时间了，大家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还是总结一下哈。老师在后天老师要前往上海，那如果你跟老师见面了，跟老师预约，因为老师还有其他公务要办理，基本上是比较不会离开上海啊，比较不会离开上海。所以你有什么事情跟老师预约，老师我们可以再谈啊，我们可以再沟通一下，好吧？那下礼拜啊，那因为老师去的时间啊，你可能因为礼拜2去，所以可能要持续1个礼拜的时间，然后也可能是下周2或下周3回来。那也有可能提早能提早我就周日我就回来了，大家回来应该直播我是很在控重的啊，每一个礼拜跟大家线上我们来一个这个心灵交流，对不对？那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好吧？有问题你可以直接问，我们现场回答，也可以考验一下老师嘛，是不是？这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下周我们的更新依然照旧啊，这个礼拜上礼拜不好意思，老师身体有点不舒服，还有一些事要忙，所以我们的一些短视频没有更新，但是快。我把手头事情忙完了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比较好，好吗？有些事情老师在企划，这些东西会超出大家所能够想象，老师推出来的东西，希望大家能够持续支持老师。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周或下下周线上见。到底是开始了？哦，结束了，拜拜。